你看，我们上一期介绍过这个日本的优秀摄影师川内伦子吧，他通常被认为成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日式摄影，就是比较清新。但是很多人对日本的印象，它的文化是非常的矛盾，既有非常清新淡雅的一面，也有非常热情奔放的一面，比较极端。举几个例子稍微对照一下，你比如说日本，它的非常绚丽多彩的动作夸张的这种歌舞伎的表演，但是也有比较优雅淡然的这种能剧的这种表演。它的建筑方面也是，你比如说它的金阁寺也是那种金碧辉煌，但是又有那种枯山水式的庙宇，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穿搭具有非常夸张的这种元素风，街头混搭各种奇装异服的人都有。但是突然它又会诞生出像无印良品或者优衣库这种似乎又没有什么个性的这种品牌，就是它普通的日常穿着还是比较保守的。回到我们经常谈论的摄影领域吧，也会有比如说荒木、森山大道这种风格强烈的外放式的这种表达，也会有山本博司富有哲意的这种思想式的摄影，然后也会有上田义彦这种古朴隽永的这种风格，就是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实在川内伦子那期也带到过这个摄影师，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犬川石花，它似乎就代表着另外一种风格的日本摄影。讲到犬川石花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他跟中国的商业合作呀，包括展览呀，机会特别多，拍过很多中国知名的艺人。犬川石花呢，跟川内伦子同样是在1972年出生的，1970几年的时候出生的这批摄影师，特别是日本女性摄影师，当时在日本带起了一个风潮，也有一个概念，就把他们统称为就是说后挑衅时代的女性摄影师。挑衅嘛，就我们之前也有说过那个 Provoke Magazine， 就森山大道还有中平卓马他们一起创办的那个杂志，那可能是日本摄影的一个分水岭。当时就是有犬川石花，有川内伦子，还有一个叫 Hero。犬川石花呢，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早川内伦子1年拿到了这个木村一兵卫奖。当年的写真大奖实际上是给了3个人，3位都是女性摄影师，其中一个是犬川石花，另一个就是这个 Hero， 还有一个叫长岛由里之。犬川石花在拿到这个木村一兵卫摄影奖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他最早是读的东京的多摩艺术大学平面设计系。上大学期间呢，他就对摄影就已经产生了兴趣。他也是从黑白摄影开始的，拍了很多黑白摄影啊，但是就是比较平淡，就大家看了以后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反响。当他尝试了彩色摄影之后，开始对他的照片评价变多了，大家觉得说，哎，说你这个颜色好像跟别人不大一样，他也好像就被这个事情提醒了。他会觉得哦，我捕捉的颜色和大多数人看上去是不太一样的。之前呢，他也是大学期间做摄影，参加了一些比赛，获得了一些奖项，相应的也有一些奖金的收入。他就拿了其中一个奖项的奖金，然后去周游了世界。回来之后呢，把周游世界拍的影像挑选编辑，做成了他得奖的那本影集，就叫《粉色玫瑰房间》。这本书呢，在他自己的官网上被他定义为他自己第一本 publication。其实他2000年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呢，到2003年他又出版了2本书，有一本叫 Acid Bloom， 还有一本叫 Liquid Dreams， 在当时都引起了轰动，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其实就是这3本书出版了之后呢，就奠定了他当时的一个摄影地位。我自己呢也是非常喜欢他这3本，对比他后面的作品来讲的话，这3本更像是他在一种很原始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些作品。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显而易见的就是他首先他对色彩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甚至他构成画册的一些逻辑可能都是色彩。犬川石花的这几本呢，我就觉得特别是第1本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游记，但是它整个色彩的这种鲜艳程度、饱和程度，甚至说放在画册里面，就是它的对照的这种感觉，就是让你能不停的把这个画册看下去。它的色彩确实看上去也是比较舒服，这种舒服又不是说像传统意义上说我把这个东西拍的颜色很真实啊，或层次很多啊，它的东西更像是一种很抽象的一种色彩概念。再提到就是说技术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拿了一个傻瓜相机在拍到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模糊了，但是这个东西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种印象。就像你说的，它第1本这个影集，它里面你看不出有什么特定的一个叙事的逻辑，就有点像是烟花绽放的感觉，就一朵朵烟花在你眼前炸开，很有生命力。我们在它第1本册子里面会留下2个比较深的印象，第一个是颜色，第二个呢，它里面拍了很多花，这也影响了它后面的创作。
你看他一开始其实还会拍一些好像像纪实一样的这种东西，这种作品在他后来的影集里面出现的就比较少了。其实阿历克索斯曾经说过一个，就是说在拍照的时候，他说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回避这种所谓的陈词滥调，就是他说他之所以成为陈词滥调，是因为他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也是大家的一些共识，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正常的逻辑来说，你上来可能就是想要把你眼见看到的一些符合你审美的东西，你都把它拍下来嘛。慢慢的，你会开始去摒弃一些我之前视觉惯性捕捉的这种画面。当你真正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跟审美的时候，其实你无所谓它是不是陈词滥调这个事情了。那后来进入到2003年的时候呢，他又拍了一本 Acid Bloom。那么 Acid Bloom 呢，这个主题就缩小了一点，花的比例就占得更多了，然后色彩就更加的艳丽，但是呢，它仍然是一种很原始的一种状态。2003年还有一本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本，叫 Liquid Dream。这个呢，就涉猎了一个新的题材，这个题材就是拍了很多金鱼，然后水族馆。虽然我没有拍过，但是我能想象到，就是在水族馆里面多彩的那种状态啊，灯光打在那种金鱼身上泛出来的那种光芒，非常的漂亮。你说这3本啊，它是不是这些素材其实一次拍出来？对，它是，然后只是说他在选择素材，比如说，那我下一本我把我之前拍到的一些关于花卉的东西挑选出来，形成影集。我看了一些犬川石花的采访和纪录片，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更偏感性一点的人。他的创作过程不太像是那种会去规划出来，比如说我2000年发这本，03年这本，他可能都是有感而发的一些东西会多一点。所以你从他的摄影作品上也能看出来，就是他的作品很多模糊的、很虚幻、很绚烂的东西。这个阶段呢，他可能是对转瞬即逝的一种绚烂产生了一种兴趣。所以我觉得他在2000年到2003年这个阶段创作的这3本影集呢，很有代表性。我认为是非常原汁原味、非常原始的犬川石花。你在看他这本东西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在看金鱼这个东西，他相当于他把金鱼当成他的颜料做他的画。他可能关注的是颜色、流光，金鱼刚好是一个能反映他的载体。后面他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对这个作品集的解读，他就说金鱼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一种人造物，它是通过不断的这种基因改良才会变成这样的。他这种概念或者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感觉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独特，但是他的表达很独特，也不是说你堆一堆颜色堆在那儿，别人就能认出你来。特别是早期的作品，我觉得他识别度特别高，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一个原因。那这3本摄影集过后呢，真的他就变成了当时日本当红摄影师了。各种比如说商业合作呀、杂志呀、品牌呀、艺人啊，各种各样的机会就找到他了。那我认为接下去的这几年呢，就是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犬川石花的这个作品就出现了一种收不住的感觉，知道吧？这个期间呢，没太有出现自我的一种作品，更多的可能出现了很多肖像呀、商业作品啊、创作呀。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说这是一种突破，就是他想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尝试吧。当然了，还是他把他的色彩转移到了这上面去，包括人物的造型啊。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个导演，在这期间他导演了他第1部影视作品叫《恶女花魁》。那部电影呢，据说就是所有的道具置景他都是亲自把关，确实很有犬川味儿，也得过一些奖项吧。他把他自己对色彩的这种敏感运用到这些拍摄肖像的这样一些项目上去，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包括这种置景摄影。我就突然联系到了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摄影师，就是美国的大卫拉切贝尔。从颜色到置景到对舞台的运用，这2个人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2个一起也办过展，可能也是互相欣赏吧，不完全是商业啊，在这里面也有纯粹的创作，就是他可能就是对置景、舞台这种东西有一些想尝试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犬川石花的父亲犬川幸雄是日本戏剧界的翘楚，他从小耳濡目染，对舞台这个东西是有认知的，所以他可能也想去做一些方面的尝试。不管怎么样，就他这种风格呢，首先很博眼球。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回到那个年代，我们国内的杂志很多也是这种风格，千禧风后面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同样在这个期间呢，还是有做这种，这算是唯一一本吧，06年的 Everlasting Flowers， 他可能又回到了他之前的主题去做了一些这样方面的拍摄。单纯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啊，又不一样了。同样拍花，你看它之前都是一些很模糊、很梦幻的。他这本书为什么叫 Everlasting Flower 嘛？他这个啊，据说啊，都是在墓地拍的。
大家结合一下这个背景的话，你会突然觉得这些花可能就不单单是花了，它是对生命、对死亡的一种思考，或者说有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就牵引着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被甲方催单催得想死。其实啊，日本这些摄影师里面啊，死亡这个话题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包括须田一正拍的那些什么去孔山，其实都是跟死亡有点关系，祭奠啊什么这种东西。我觉得从2004到2010这段时间呢，全川石花就是整个作品爆炸性的增长。2010年呢，他出了一本重要的合集，这本合集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Mika Ninagawa 这本合集呢，就收录了他从2000年第一本画册，包括到后面有一些所谓致敬摄影的东西，重新做了个编排。我为什么觉得这本画册挺重要的呢？你看我们前面刚才分，它有一个比较相对原始的阶段，然后后面又有一些感觉商业作品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他做这本画册的时候，把这些所有东西放到一起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挺完整的，就是乱象，还有这种比较纯净的东西，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对比。那这本画册呢，据说啊，也是被森山大道背过书了。在之后的一年，他们也一起做了一个联展。这个联展呢，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叫小山登美夫的美术馆。说一下这个小山登美夫啊，他是全川石花的经纪人，但是呢，全川石花绝对不是这个美术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小山登美夫旗下签约最有名的艺术家是奈良美智，他同样也是村上隆的重要推手。但是呢，我去看了一下他的网站啊，你会发现他签约的艺术家呀，似乎有一点贡献。你比如说村上隆、奈良美智、全川石花，都不是特别传统的那种艺术家，都似乎是代表一种新的东西。这个小山登美夫他在选择艺人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心思和逻辑的。我觉得你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我刚才说的那本他的同名作品《Mika》，他会把他拍过的商业的东西和他之前那种比较原始状态捕捉的东西全部融合到一起。这一点呢，他自己曾经有提到过，是受到安迪沃霍的影响。最好的东西应该是把商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讲了这么多摄影师了，他同一本影集呢，都是有一个一致的一个视觉逻辑，或者说他有一致的一个表达。但是这本我到目前你完全找不到一个头绪，找不着头绪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森山大道会喜欢。可以说没有逻辑也是一种逻辑嘛。全川石花也喜欢森山大道的东西，他也有讲过说森山大道的作品给我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就说森山大道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编自己的画册，他都是拍了一大堆，有编辑社找上门来，他就给你这些，你去挑。小山登美夫签约的这些艺术家啊，一个性质是艺术家，还有一个属性是个 icon 文化符号。确实我能感受到一些共性是什么，就都是从达达那块来的拼贴艺术。他们的这种影像，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那种文化的印记。他把很多碎片式的东西，用他的这种表达把它混剪在一起，就你看的似乎是一锅粥，这锅粥你喝下去以后是五味杂陈的。在经历过这本杂志之后呢，他开始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从2010年大概一直到2017年这个阶段，他出了连续3本，就是叫《暗黑》、《挪亚》。这3本呢，你就看到了我们其实在之前也会隐约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对死亡、暗黑的东西产生了一些兴趣，还是对这种人造幻象物的表达。这上面但是都笼罩了一种暗黑的感觉，整个色调也暗沉下来了，色彩变得更加的浓重。当然我们不得而知说在那个阶段他经历了什么，也许说在成名之后大量的这种外力介入会让他变得 negative 一些。刚才反复说过，他的表达特别好。暗黑这种东西 negative 的东西可能人人都有，但是有没有人能把它表现得很足很强烈？你对比一下他的最早的那一本，这2本东西它的色彩的丰富度都没有降低，但是第一部你明显就感觉到我就是在一个旅行的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但这本你似乎发现它的这个色彩的世界变到地下了。同样啊，都是色彩浓烈，而且都是以色彩在做文章。但是呢，第一本就是他年轻时候那本，你会感觉到这个色彩是阳光照下来的色彩。就是你比如说啊，他都会拍生命，到暗黑这部他在拍生命的时候，他就拍了生命的一种羸弱，包括刚才那些死掉的一些动物啊，被圈养在笼子里面的这种观赏鸟啊，被人工染色的这种东西啊，你可以想象同样的这一批素材，如果他在另外一种情绪下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2016年还有一本叫《新暗黑》，
这个新暗黑呢，就像你刚刚说的打那种感觉，就是它很多拼贴，很多尝试这种东西，新的东西，它不仅仅满足于把人世间的事情投入到同样在人世间的一些事物上，它甚至是开始产生了一种异度空间的感觉，就通过了这种不停的叠加呀，产生多个空间这种状态。你看，摄影师的镜头就是平面设计啊，所谓的好或者不好，我就抛开不谈，就你能看到全川石花，他一直是在挑战自己的，就是他没有停在原地。同样他在拍暗黑的这些年，他做了一本新暗黑，也做了一本叫 Light Off， 这本我挺喜欢的。这个就感觉他是去看了一些演唱会啊、表演的现场啊、烟花的表演啊，捕捉了这种瞬间的绚烂。看完这本的时候，我接着就想到了川内伦子的花火，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对比。花火就是毋庸置疑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在审美的框架里面。川内的那本花火，它的那种氛围是更加浪漫一点，但是全川的这种烟花，它真的是能灼伤你的这种视觉的。川内伦子他拍的那种烟花，我觉得它是凝固的，啪，那个烟花就绽放那一下。全川石花的这种呢，存在大量的这种动态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看上去更实验一点。它确实是在挑战你的审美的舒适区。我倒觉得川内的东西啊，反而它不是定格，它是一种弥散在空气当中的那种情绪。但是全川的东西就像一记一记重拳打在你脸上那种感觉。有时候我在看这种摄影集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按照一种比较常规或舒适的状态下，我们拍出来可能大概是比较像这样的照片，这个印象会在你脑子里面，你可能会对着这个印象完成你的拍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种，我就觉得很巧妙，有时候是我想不到的一种照片。所以从他的画册里面，就像这种东西对我也有一些启发，不要把那个很典型的印象放在你脑子里面。但我就觉得很好奇，比如说像全川石花，他在拍摄当中的时候，这种画面是在他脑子里面既定好的吗？还是说他就是当下捕捉到了？像那个画面不是在他脑子里面就既定好了，或者说他看到了，是一种直觉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前段时间读那个严明的书，他就说过，你在拍摄之前，你可能是用理性再去思考或建立一个拍摄，但是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交给感性。但你所说的这种感性啊，它其实往往也是建立在你的理性的认知上，它不可能是完全随机的一种状态。就像全川，那可能真的就是天赋，他的这种审美或者他的这种认知当中，其实这些我们认为是灵光一现的东西，可能在他的体系当中已经是成型了。2017年呢出了一本影集呢，突然变得非常的不全传，我们熟悉的那种色彩的感觉没有了。这本影集叫 The Days Were Beautiful。这本影集呢，实际上是全川当年在他父亲去世前1个月做的一个拍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父亲生病住院之后呢，结果就是已经是确定了。全川在那段时间呢，用日常的这种方式来记录了这样一段时光。在这个时间点上，他自己也有讲过，他说我就觉得好像我是带着我父亲的眼睛跟这个世界进行了一场告别，所有的颜色就有一点像极乐净土的那种状态。他在采访里边有提过，他说他还记得他父亲走的那一天，他说那天的阳光特别的明媚，天特别的蓝，所有的事情看上去特别的纯净，他甚至都以为他父亲是选好了日子走的。这个我们也会想到荒木经惟当时拍杨紫的那个作品。我就觉得这些人就作为摄影师也好，艺术家也好，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内心，我要用一种方式把这个东西转化出来。就真正到这个阶段的创作者来说，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创作，就是他们是在体会生命当中那些最微小、最不可被人察觉的那种东西。这种情绪其实普通人都有，只是你对它的这种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把它具象到一种视觉的元素，这种能力是不具备的。这个阶段完了呢，他后面又回归到了一些花的拍摄。2022年拍了一个叫 Flower Shimmering Light， 这本画册同样还是花，同样还是色彩在做文章，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返璞归真了一样，很优雅很得体的一种呈现，甚至有点像早年的挂历。但是他的这种氛围非常浓烈，拿捏的还是非常的成熟。他现在你想72年生人，现在应该是50多岁嘛，看上去整个人的状态也就变得不一样了。在经历他的家人的离世啊，你对整个世界的感知就变得非常的传统经典。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拼，就是那种日本人骨子里面好像要上进那种感觉，所以前一段时间好像也入驻了小红书。
当然了，就它其实商业活动其实是很频繁的，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就是它属于一个 icon。我甚至觉得某些跟全川石花合作的时候，更多的是看重全川石花这4个字，它有很多这种商业的联名，泡泡玛特专门有一个全川石花的这样系列，反正商业活动应该是蛮频繁的，所以它也需要时不时的回归一下到自己的异世界里面去重新洗刷一下自己，然后再回到现实的世界。全川石花它的官网大家可以去访问一下，因为它的官网对读者非常的友好。刚才设计过的这些出版物，它官网上都有电子版可以去浏览。